小的院子里挖呀挖呀挖，挖小小的修为。到底是何方强者，毁我仙界皓月？皓月女帝，我仙月有损，仙界该怎么办？皓月与本帝一体，如今被挖，本帝刀气破碎，唯有转世方能自保。等我找到仙月，自会归来。这是什么？小夜灯能照明，这样晚上上厕所就方便了。哎呀，我走你！这又是个啥？红肚兜，修炼圣器。但我是男的，这用不上啊。怎么还是热的？还有体香？难道仙界某位仙子被我挖没了？在小小的院子里，在挖呀挖呀挖，挖小小的修为。加只小王八。哎呀，小王八煲汤，营养又健康，是不是太小了？再养养。你才是王八，你全家都是王八，无奈仙界神兽玄武是也。小王八急了还要咬人。二师兄，王八，王八？你才是王八！二师兄，真是王八！哎呀，王八，行，往生啊，你占着资源这么好的北极峰，却不好好修炼，整日挖地，还不如把这北极峰让给我呀！二师兄，这就是你不懂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地，这是仙道之基，是皇天厚土。我挖地就是在修行。皇天厚土，可笑！皇天厚土远在仙界，怎么可能会在你这破院子里？算了，二师兄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？师尊有令，9大真传弟子到大殿议事。议啥事？反正对于你这个废物而言，总归是坏事。甭管好事坏事，还是挖地重要，是不是？在小小的院子里，在挖呀挖呀挖，这次看看挖点啥。我来到这修仙界，我已经挖了20年皇天厚土，这皇天厚土都快被我挖没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筑基飞升啊？大道无时，遁去其意，其一为气运，收3个气运之子，弥补自身气运，便可成就至强筑基。原来是我气运不足，需要收3个气运之子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哎，二师兄刚刚是不是让我去宗门开会来着？哎，哪来的小鸡鸡？你怎么还在我门口拉屎呢你？去一边玩去。没想到这个我也有筑基的一天，哈哈哈哈哈！都到了，那个我的座呢？哼，你还想坐？没把你逐出宗门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往生，
你修为低弱，各大宗主对你北极峰峰主之位颇有微词。本宗主给你20年的时间，若20年之内你不能收得一个筑基弟子，那就别怪本宗主取缔你峰主之位。王胜哥哥，收徒大典的时候，你随便收个筑基弟子，先保住峰主之位再说。季往生这种废物，早该被逐出宗门了，有什么资格收徒？往生啊，你可要努力了，可别到时候一个徒弟都收不到哦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没别的什么事儿，我就……如果没有气运之子，我收徒弟有什么用？出头强者又来了！上一次挖走了仙月，这一次又要挖走我仙界的仙道山。这出头强者，他到底是谁？季往生，速至宗门广场。20年了，一个气运之子都没找到，要筑基太难了。最后1年，我一定要收一个气运之子。快点！哎呀，娘，都开始了，快点！灵儿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被9大峰峰主选中了，哎呀，那你就能从普通弟子一跃成为亲传弟子，那可是一飞冲天的好机会。亲传弟子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本帝贵为皓月女帝，区区一个小宗门，没人有资格当本帝的师尊。做杂役弟子也只是不想引起注意罢了。20年了，你知道这20年本帝是怎么过的吗？等本帝在极道宗找到仙月，一定要向出头强者复仇。小梦璇啊，小梦璇，你要是天赋再好一点点，你就不至于沦为杂役弟子。娘，本帝是故意隐藏天赋和修为，那些道种在我眼中太弱了。我只想偷偷寻找仙月，并不想成为人尽皆知的真传弟子。极道宗宗主到！拜见宗主！哎，你宗主怎么戴着面纱呀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咱们宗主啊，可是修仙界第1大美人。据说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男人能够摘下她的面纱。她曾经自己说过，谁要是能摘下来她的面纱，她就嫁给谁。只可惜，至今都没有男人能近得了她的身。8大峰主到！这北极峰的峰主居然还有脸来收徒啊！北极峰峰主那可是出了名的废物啊！要不是看在他爹当年为宗门牺牲的份上，这北极峰峰主之位说什么也轮不到他呀。往生，20年了，你还未收得弟子，这次你先选吧。多谢宗主。宗主啊，总共道种弟子只有8名，你让往生先选，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偏心吗？我支持晚生哥哥先选。姬无道，你要是不服，就跟我和宗主打一架。姬往生个炼气废物，他有什么资格收徒啊？本尊说了，让他先选。晚生哥哥，这8个道种弟子个个都是筑基修为，其中有一个叫姬小人的，特别厉害。只要你选中他了，你就可以保住北极峰了。以他炼气的实力，就算选中了道种弟子，道种弟子也绝对不会服他。姬小人，姬小人，小人，这名字就不行。让我再看看他的气运。周身附着魔气，天资还算不错，可惜不是气运之子。各位师弟们，一会儿要是那个废物选咱们，
咱们谁也别答应。八大道种弟子早已经被我买通了，尤其是纪晓人，更是我亲自安排进来的戏子，没有人会拜你为师的。老生，想好了吧？这8个人没有我要选的人。宁缺毋滥，如果没有气运之子，我宁可不收徒。这北极峰，我耕作了多年，如果我不给，你们谁都拿不走。但是如果你们非要逼我，我只好亲自出手了。他除了会挖地，他还会干嘛？万生哥哥，炼气修为是顶不住宗门大阵的。可是这些在场的弟子，有情况。你看，天上有个眼睛。这是绝世强者窥探此番世界，赶紧低头，不可和强者对视。20年了，我终于找到气运之子了。绝世强者为何会窥视我？难道我转世重生的身份被人发现了？宗主大人，小师弟至今未收徒，北极峰无法支持宗门大阵的运转，为了宗门安全，还请宗主更换北极峰峰主。宗主，二师兄，我找到人选了，就是他。本地都躲到丁去了，怎么还被选中？莫非他是觉得本地漂亮，想让本地伺候他？他一个炼气废物，凭什么当我师尊？女儿，太好了，你被北极峰峰主选中了，只要你拜他为师，你就是真传弟子了。小师弟，我说你还要不要点脸？放着8大种子弟子不选，选一个美女弟子，留着服侍你啊！该死，甲乙丙3区弟子我都已经提前打好了招呼，唯独漏掉了全是杂役弟子丁区。不过季往生，你今天别想收徒。北极峰峰主选择了你，还不快拜师？别犹豫了，快拜师！你如果拜他为师，你就是真传弟子，这是你莫大的荣誉。人家不愿意，你强迫人家干嘛？季往生的破风，狗都不去。虽然小师弟选择了你，但是你也可以拒绝。我想好了，如果他各项实力打动不了我，哪怕是死，我也绝不拜师。要打动你，这还不简单？你天赋这么差，但长得不错。本座先把你收为弟子，断绝季往生收徒的可能，然后再让你当本座的侍女，天天伺候我。本座有一颗筑基丹，有60%概率筑基。倘若你拜我为师，我便将它赐予你。哎，上品筑基丹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在外面买怎么也要100枚灵石。姬峰主可是御兽峰的峰主啊，是所有峰主里最强的那个，拜他门下绝对血赚呐！废物才要筑基丹，以本地天资，突破筑基根本用不上。峰主，此丹贵重，小女子承受不起。不识抬举。既然你不要筑基丹，那本座送你一件护身法宝——金丝残衣，可挡金丹期修士全力一击。金丝残衣，这可是御兽峰金丹妖兽吐丝编织而成，一年只产出1件，价值10万灵石，这么珍贵。原来长得好看还有这种好处啊！本地虽然只有半步筑基修为，但有前世的战斗经验，
从金丹修士手上逃生不是问题。姬峰主，小女子只想一心修炼，在极道宗应该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。贪得无厌，等我收你为徒，我要把给出去的东西都拿回来。觉得不够是吧？那我这里有一枚蛟龙蛋，此蛋一旦孵化，便有筑基修为，可陪你一路成长。蛟龙蛋，这可是极品宝贝啊！听说蛟龙只要成长起来，那可都是元婴修为。哎呦，这蛟龙蛋放在拍卖会上，起拍价都有100万灵石呢！快拍师啊！啊，我，哎呀，快点儿！考虑考虑啊！本帝在仙界之时，哪怕是真龙，都只能给我当坐骑；区区蛟龙只能当我的食材，根本入不了本帝的法眼。不过，如果非要拜一个峰主为师的话，玉兽峰比北极峰要好。这还犹豫？你知道蛟龙蛋有多珍贵吗？是啊，我就直接呀！可恨我不是女儿身，要不然别说是让我当徒弟了，让我是暖床都可以呀。晚辈愿拜。等等，蛟龙蛋算个蛋，我这有更好的修炼神器。等着啊！这边，当当当当，我有一件肚兜，可助你修炼。这红肚兜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我用不着，但是可以给我徒儿用。本帝的红肚兜怎么会在他手中？难道本帝的仙月就在北极峰？往生啊，往生！你这拿出一件女人的贴身之物，你还要不要点脸呐？你等等，一向正派的小师弟，居然有收藏红肚兜的癖好，人不可貌相。没办法，谁让小师弟修为弱，连道理都找不到呢？乐雨雪，你看到了吧？你看中的男人就是一个好色之徒。晚生哥哥，你喜欢看红肚兜，我可以穿给你看。你快别乱说话了，快坐吧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，这是修炼的法宝，这是我刨地刨炼。小师弟，你别解释了。你要是觉得寂寞，跟师姐说，师姐给你拿点零食，实在不行，去山下找个青楼发泄一下。季峰主，我女儿可不是轻佻之人，这肚兜你自己留着穿吧你。女儿，还犹豫什么啊？你就拜那个玉生峰峰主为师。哼，那个北极峰峰主太猥琐了，你要是拜他为师，肯定会伤他毒手的。往生啊往生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你拿灵石收徒，也比这红肚兜强吧？修为低就算了，心思还如此龌龊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极道峰的峰主呢？就是啊，他不过是关系户罢了，在这占着北极峰不修炼，整天无所事事。哎，你说他每天在这北极峰上，是不是就拿着那红肚兜发泄了？居然敢玷污本帝的红肚兜，本帝饶不了你！别听他们瞎说，不是那样的，这真是我在地里挖到的，我真没有动过，上面还有香味，不信你闻。好了，本座耐心有限，赶紧拜师。季往生，你以为他会选择你的红肚兜吗？可笑，你就等着滚出北极峰吧。本帝当初拜入极道宗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找到仙月，现在有眉目了，说什么也不能放弃。晚辈岳梦璇，愿拜前辈为师。孺子可教也。宗主，那北极峰是不是该给我了呀？姬无道，你先回头看看，他拜的是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孺子可教也。来，给你了。女儿，你糊涂啊！你拜错师了。娘，我拜的就是北极峰峰主。
你就因为这么一个红肚兜？我本以为你是一个冰清玉洁、性烈如火的女子，没想到啊，你还是个浪荡女子。一群井底之蛙，这是本地成就先帝时所穿戴的红肚兜，里面蕴含了一股仙乐之力，正好是我所需之物。各位封主，我与这红肚兜有缘，我喜欢上面的图案。就这？不管什么原因，他拜师就行。不行，他一旦拜师，会坏了我夺取北极峰的大事。本座绝不能让他拜入北极峰。宗主，他是一个丁区杂役弟子，没有资格成为真传弟子。没错，长得漂亮就能成为真传弟子，整个极道宗都不服。就是啊，我们不服，他是才能配当宗主呢。宗主们要忘了，小师弟这次收的是筑基弟子，也只有筑基弟子才能撑得起宗门大阵。还请宗主为极道宗考虑，为极道宗的所有弟子们着想。那尔等想如何？宗主，我有一策，让往生的弟子与道种弟子比试一番，若是赢了，我等无异议；若是输了，恳请宗主更换北极峰峰主之位。我等不义。这，往生，你要不换个弟子吧？这杂役弟子是打不过道种弟子的。我不，我就不，就他。我同意二师兄说的，比就比。传，我相信。看来季往生是迫不及待想滚出北极峰了。练气怎么可能打得过筑基？万生哥哥，你太冲动了，你不应该答应的。不用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唉，没想到这师尊这么不靠谱，身为峰主居然要靠我来守护北极峰。这般没用的师尊，等我找到仙刃后，我要把你单手镇压。女儿，你一个练气期，你打不过道种弟子，你没必要为了这去送死啊！娘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女儿，你千万别逞强，你一会儿就认输啊！人家是道种弟子，你不是对手。哎呀，完了，我女儿又完了！都怪你这个废物，你自己没有本事保护北极峰，你非要靠我女儿。小师妹，我不想伤你，你现在换一个师尊还来得及。还请师兄赐教。纪晓人，我不管你付出什么代价，必须击败他。晚生哥哥，他要是输了，你就来我星河峰当峰主夫君。他要是敢踏入我星河峰，我一剑斩了他。星河峰就算了，我让他去，自然是因为我相信他。哎呀，往生啊，看来你还不知道道种这2个字的含金量吧？道种弟子那可是万中无一的天才，而纪晓人又是天才中的天才，更是筑基修为大成。天才差点意思。虽说我现在只有半步筑基的修为，但依靠前世的战斗经验和天赋，对付一个筑基修为的人，还不是绰绰有余。女儿，你千万别逞强，你一会儿就认输啊！人家是道种弟子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小师妹，我要让你知道，加入北极峰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决定。废话真多。哎呀，完了，我女儿又完了！都怪你这个废物，自己没有本事保护北极峰，你非要靠我女儿。往生啊，纪晓人这一剑刺出之后，你可就要收拾东西，到宗门外做杂役弟子喽？是吗？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徒儿不敌，我自会出手。只不过到时候暴露了修为，我就不能安安静静的挖地了。他作为气运之子，隐藏了自己的修为和天赋，但要是真的动起手来，
豆腐区区筑基不在话下。筑基不过如此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炼气9层的弟子，怎么可能打得过筑基期的弟子？不，他绝不可能是炼气9层，他是半步筑基，已经到了修仙的境界。可就算是半步筑基，也不可能击败最强道种弟子啊！各位看见了吧？这就是往生哥哥选的人，他的天赋可比道种弟子姬小人还要强。宗主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。杂役弟子怎么可能打得过道种弟子？还请宗主明察。他是仙人之姿，太阴之体，往生，你请到宝了。什么？太阴之体？我修炼的魔功是极阴之力，要是让他做我的炉鼎，双修之后，我就能突破化神了。到时候别说是北极峰，就算是极道宗，也是我的掌中之物。既然纪晓人已经说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等等，纪晓人还没有掉下擂台，比试还没结束。姬无道，你徒弟都已经败了，继续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谁说败了？本座赐你元婴法宝，倘若再输，滚！是。宗主，姬无道他作弊。二师兄可没有作弊，修仙界靠的不仅仅是实力，还有背景。二师兄给得起灵气，他季往生给得起吗？岳梦玄，听到没有？修仙界1讲究的是实力，2讲究的是背景，而你的师尊1没实力，2没背景，不如你拜我为师，好处少不了你。女儿，你只要拜了玉兽峰峰主为师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比你那个破农民师尊强10000倍，听见了吗？元婴法宝确实有点难产，本帝也没必要为了北极峰拼命。我输了，他就不是北极峰峰主，我照样可以去北极峰。谁说我北极峰没有宝物的？好强大的仙气波动，难道是锄头强者又来了？不，他是要拿走他的神器。只是取走锄头，就能让整个仙界晃动异常。这要是亲自降临仙界，那还得了？徒儿，接住！锄头，师尊，你还是回你的北极峰当农民吧！你居然让我用锄头对付元婴法宝，这是武器？往生啊，我看你是整日挖地，把脑子都挖没了呀！小师弟，你有病吧？就用一把锄头也想硬抗元婴法宝？哼，你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季往生个小农民，连元婴有多强都不知道，更别提元婴法宝了。往生哥哥，锄头是打不过元婴法宝的，我借你一个元婴法宝吧。不用了，这锄头能搞定。你废物就是个废物，连个武器都给不起，就你这样的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当峰主？倘若老爷子要是在世，看到这么不争气的孩子，估计还会被气死一次。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天，怎么突然打雷了？估计是上天知道往生要走了，特意给他下场雨。够了！尔等再出言不逊，休怪本宗主不客气。今日若非宗主在此，尔等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姬公子，你一会儿下手轻一点，你别伤到我女儿，求求你了。放心吧，
我是不会伤了他的。北极风真是没有什么好期待的。不过我既然拜师，那就应付一下。师尊，我要是输了怎么办？没事，你尽力就好，有师尊在呢，你怕什么？既然你不肯认输，那我就给你点教训。不愧是道宗弟子啊，竟然能催动元婴级法宝，如此强大的气魄，哪怕是金丹弟子都难以抵抗啊！哼，以他半步筑基的修为，加上一把破锄头，必死无疑了。王生哥哥，要不还是让你徒弟投降吧？投什么降？打你呀！本座还要与你双修呢。你要是脸蛋受伤了，那本座的快乐岂不是少了一半？挡不挡得住都得试一试。可惜了，好好一个徒弟，却因为拜错了师尊，要早早夭折了。谁让他没眼光，放着季师兄不选，非要选一个只会挖地的炼气废？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我上好的炉鼎啊！不过，要是还有一口气，也能用。哎呀！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非得让我女儿出战。我女儿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跟你同归于尽！可惜吗？再看会儿。哎，这是锄头，怎么这么眼熟？这简直一模一样！如此恐怖的威能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锄头。二师兄，这就是普通的锄头，这是我平时锄地用。哎，再看会儿，二师兄。半步筑基修为就能催动，这绝非寻常灵气。小师弟，你这锄头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以半步筑基就能催动，这恐怕只有传说中的神器才有如此的威力。神器？这锄头是神器？神器？神器只有仙人才能拥有。你一个炼气修为，怎么可能拥有神器？王生哥哥，你有这么强大的神器，你天下无敌了呀！有此神器，我极道宗必一飞冲天。王生，你这锄头哪儿来的？师尊，你到底是谁？哦，这把锄头啊，就是我平时刨地用的。看来本地的仙月就在北极峰上，这锄头上有一丝仙月的气息，所以才如此强大。我知道了，北极峰充满了灵气。往生哥哥每天用这把锄头挖地，沾满了灵气，这把锄头已经进化成了一把神器。很有可能，要知道那把锄头平时挖了那么多的灵芝和灵石，可是吸收了整整一座峰的资源啊！哦，废铁都能成为神器，可有些人啊，常年占据灵力最强的峰，到头来还是个废物。别这么说，那废铁都能成为神器，那废物还比不上废铁呢。好了，季无道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季王生，你给我等着！北极峰是我的，你徒弟迟早也是我的。若无异议，从今日起，任何人不得妄议北极峰。是。此次收徒大典圆满结束，尔等回去好生修炼。宗主，3日后
便是100年一次的宗门大比，我想亲自操办，算是对往生的歉意。善，走吧，徒儿，跟为师回北极峰。来了，师尊。季往生，3日之后，我定让你命丧黄泉。这里是北极峰还是乡下？这什么地方啊？又脏又破，你看看满地的泥巴，你看我这鞋，还有你这裙子。女儿，要不咱们走吧？难怪所有人都说宁可去当杂役弟子，也不愿意拜入的北极峰。这杂役弟子住的房间都比这儿好。若非本地的仙月可能掉落在这里，本地才不愿意来这破地方。徒儿，来，来了，师尊。哎，师尊，为师种的这些东西可都不是平凡之物，这些东西要是在外面，那些修士可全都会疯抢的。疯抢？哼！修士筑基之后就不会食用人间的这些食物，就你这仨瓜俩枣，凡人都不愿意吃吧？女儿啊，要不咱们去求一下季风主，你就算是给他做侍女，那也比待在这个破地方强啊！娘，这北极峰虽然环境差了些，但灵力充沛啊！我在这里修炼能进步神速。只要找到仙月，到时候我就能离开此方世界，回归仙界。要早知道北极峰是这个样子，娘就算是拼了命，也不会让你拜师的。娘，拜托你个事儿，你帮我去杂役弟子的住所，把我的东西都拿过来吧。那不行，我不能离开你半步。这孤男寡女，万一要有什么事，我想帮你都来不及。娘，我师尊的修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单手就能镇压。那倒也是。行，我去给你拿东西啊。哎，我出去一小会儿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动什么歪心思，否则的话，我女儿饶不了你。啊！好了，去吧。师尊，我想跟你学种地。只要能挖出仙月，我就能重回女帝之位。孺子可教也，在我北极峰上种地就是修炼。跟我来。种地就是修炼。这师尊真是搞笑，你种了这么久的地，还是个练气废物。师尊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废物，请师尊息怒。现在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师尊，请指示。这是教主给的蚀骨液，金丹境修士只要触碰一滴，便会化为一滩血水。你将它带到北极峰上，让季往生喝下。这不好吧？怕什么？一个炼气境修士，有谁会在乎？可极道宗有规矩，未经其他峰主允许，不得踏入其他峰。这宗门管理处太抠了啊！连个储物袋都不给，真是。喏，机会来了。伯母，你是道种弟子。伯母，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不用，这都不好意思。没事的，伯母，我和你女儿同为道种弟子，互相帮忙，应该的。啊，那就多谢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伯母，你走得太慢了，这样，我送你回北极峰吧。怎么送？
伯母，请。这么快？要是我女儿能跟你一起拜入姬封主门下，那就好。会有机会的，伯母。只要季望生那个废物一死，我当场就把月梦玄给办了。师尊，哎，这个姿势太累了，能不能换个姿势？不行，快！啊，师尊，是这样吗？徒儿，你这个姿势不对，你得往前，往那里。对，发力，你要用腰去发力，用腰部啊！对，师尊，季望生，我要杀了你！季望生，二师兄，你们，你提着剑来我北极峰，是要找我切磋？我。没想到宗主察觉这么快。往生啊，你这是说的哪门子话？倘若我要与你切磋，那我一根手指不就碾碎你了吗？季望生，放开我女儿！娘，哎呀，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赶快跟我回去！你这师傅那就是个色狼，你看把你带到玉米地，就是不安好心啊！哎呦，娘，是我让我师尊教我种地的。是你主动的。哎呦，娘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往生啊，我是想来提醒你，宗门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啊！好了，按为师教你的，继续修炼吧。好。季师叔，季师叔，行了，娘，你快先回去吧，我要继续修炼去了。去吧去吧，啊，你把衣服穿好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去吧，去吧。怎么的了，大侄子？季师叔，先前收徒大典上对您多有不敬，特来赔罪。赔罪？季师叔，这是我重金求来的灵丹妙药，有重塑根骨之功效，还望季师叔笑纳。你确定这是灵丹妙药？是。季师叔，这是我师尊特意为你准备的蚀骨液。寻常金丹修士，哪怕沾上一点，沾之即死，更何况你个小小的炼气境。爽，这不是可乐吗？想不到这修仙界还有可乐，还有我家乡的饮料。还有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一定是量不够，这瓶太少了，无法溶解他的身躯。没了啊！还有，师侄这就去为师叔准备。马上，快，去，快去！
原来这玩意儿在这边叫石骨叶呀。七无道，你想怎么对付我都无所谓，反正你也伤不了我。但是你要是敢对付我徒弟，可别怪我不念宗规，对你动手。继续说。哎，请。这么多尸骨叶，就算是元婴巅峰强者都抵挡不了，这次也必死无疑。爽！难道这尸骨叶是假的？看看，嘿，嘿，师尊救我！看来修为不够，还喝不了这玩意儿。师尊，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人喊救命。有吗？有。你听错了。听错了吗？你筑基了？对啊。不错不错。本帝刚才随便挖了一下，就挖到了仙月的一点点仙力，筑基还不是简简单单。也好。既然如此，为师传授你一套剑法。等着。哦。小草剑法便是为师在除草之时领悟的剑法。此剑法不能说是天下第一，也绝对是当世无敌。你就吹吧，你就是还当世最强剑法，你以为我不懂剑法？本帝随便拿出一本剑法，都能甩你这本破剑法18条街。徒儿多谢师尊好意，徒儿这就去修炼。等等，为了方便你理解剑意，为师要传授你一些剑道。师尊的好意，徒儿心领了。只是徒儿对剑道有一些自己的理解，就不能师尊费心了。哦，那你说说，这剑道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所谓剑道至高境界，便是一剑既出，万剑归宗。这只是最基础、最浅显的剑道。那请问师尊，剑道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剑道的最高境界便是一花一草皆可为剑。师尊，花花草草怎可为剑？若我是个修炼新人，可能真就被你忽悠了。但本帝乃是皓月女帝，对剑道的理解比你这个凡人高太多了。不信是吧？看好了啊，为师这一株草，便可斩落日月星辰。还真给你装上了。天黑了，天黑了。仙界没了皓月女帝，无人与本帝争霸，寂寞呀。新武女帝，如今仙界就您最强，您何不趁此机会一统仙界？只有强大的您，才能带领我们对抗出头强者。什么出头强者，也就欺负欺负皓月。要是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分分钟灭了他。什么东西？
出头强者还没解决，现在又来了位小草献帝，我们仙界得罪了谁？到底是何方强者，竟然能斩落仙界的金乌？人间界的光明依赖仙界的金乌，仙界的金乌一旦陨落，我人间就会失去光明。也不知道何方绝世大能啊，能有如此恐怖的修为。好像这天一直黑着也不太好。原来刚才是天狗食日，还真以为是师尊呢。怎么样？现在相信师尊了吧？是，师尊最厉害了。那我修炼去了。去吧。哎呀，看在你是我师尊的面子上，就不揭穿你了，给你留点面子。保佑保佑保佑！希望我刚刚那一剑没有伤到任何人，要不然我的罪过可就大了。保佑保佑保佑！唉，根基全毁，修为全无。我是该说你运气好呢，还是该说你运气不好啊？罢了。既然你是被我所伤，那我就用这黄天厚土来治疗，为你重塑筋骨，送你一场大造化。原来是气运之子，看来这是他的缘分啊！在小小的脸蛋上画呀画呀画，画一只小猫，再送只小王八。卑鄙的人类，竟敢玷污本帝！我可没玷污你啊！本帝饶不了你！怎么回事？我的修为呢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你受伤了，我在用土帮你治疗。该死的人类，竟敢将尘土抹在本帝的身上，我饶不了你！你别乱动，你现在受伤了，伤得很重。别碰本帝！啊，好。在本帝恢复修为，一定饶不了你！哎，你现在没有修为了，但是你可以拜我为师尊，跟着我进行修炼。哼，区区人类也想让我拜你为师？该死的人类，居然把本帝弄这么脏！等我恢复修为，我一定杀了你！这不是奸污的羽毛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难道他也被锄头强者重伤了？哼！我逃不过锄头强者的制裁，他也别想逃过。那不是本帝的羽毛吗？怎么会在一个凡人手中？
我落在此处，我的羽毛应该也掉在这儿。不行，我不能离开。只要我找到了所有羽毛，就能恢复我的仙人修为。唉，浪费。晚辈金晨曦，方才言语激动，言语有失，还请前辈恕罪。你想通了？我想通了，晚辈金晨曦愿拜前辈为师。哼，表面上拜你为师，等我找回所有金羽之后，你看我怎么镇压你。好，虽然你不是真心实意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来日方长。这样，你去找你大师姐，让她给你安排住所。是。成了。现在就差一个弟子，我就能筑基飞升。师姐好。这大师姐怎么跟我的死对头皓月女帝这么像啊？你是？我是新来的小师妹，我叫金晨曦。金晨曦？她的名字怎么和我的死对头金乌女帝一样？难道她是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金乌女帝十分爱干净，容忍不了一点灰尘，怎么可能满身污垢？师姐，你可以把这个羽毛给我看看吗？你说这个呀？不给，这是我捡到的。师尊，还敢跟我抢是吧？从来都是我抢别人东西，还没有人抢过我东西。是吗？从来都是我欺负别人，还没有人能欺负我。从来都是我欺负别人，还没有人能欺负我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再闹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我恢复了修为，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这对师徒。师尊，他欺负我，他抢我羽毛，那明明是我捡到的，怎么就成你的了？那就是我的。你好了，吵死了。这样，明天呢是我们宗门100年一次的大比，谁要是表现得好，为师再奖励他一根毛。是这。姬无道，本次大典可安排妥当？宗主放心，本次宗门大比就安排在宗门外的密林当中，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为何本次大选之人如此之少？宗主有所不知，这些都是我从各大主峰当中挑选出来的精英弟子。晚生哥哥怎么还没来？哼，就算他来了，也是垫底的存在。怎么又多了一个弟子？小师弟艳福不浅呐，收了2个弟子，还都是绝世美女。小师弟收徒不看天赋和资质，只看长得漂不漂亮。陆雨雪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他继往生就是一个好色之人。往生哥哥绝对不是，他要是好色，当初我把我自己送到他床上，他怎么会无动于衷啊？太好了，正愁一个不过瘾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美人儿。只要比试结束，2个都是我的。我宣布，本次宗门大比正式开始。慢着！
备战！宁宗主，你确定要和我魔教开战吗？我正派宗门向来以铲除魔教为己任。哼，是吗？我劝你还是想清楚了。一旦开战，我魔教虽然不会好过，但是你极道宗至少要损失70%的人，这个代价你承担得起吗？绝对不能打起来，现在还没到铲除极道宗的时候。宗主，不可意气用事啊！先看看他此次前来到底干什么。佛道教主，此次前来到底是干什么呀？我听说你们极道宗要举办100年的宗门大比，我呢闲来无事，就想着带领我魔教最弱的弟子也来比试比试。你休想！宁宗主，先别忙着拒绝。我魔教要是输了，我下令我魔教弟子永远不踏足极道宗的地盘，并且赔偿你10万灵石。那如果你赢了呢？我魔教要是赢了，我要全部北极峰，包括北极峰的人。合着这是冲我来的？你少做梦！宁宗主，你要是拒绝的话，我不介意现在就全面开战。我魔教与你极道宗不死不休。宗主，万万不可呀！如今魔教势大，远非我极道宗一宗之敌呀。宗主，姬往生不过是练气修为，他2个弟子再强，不过就是筑基。况且北极峰已经被他糟蹋的不成人样，咱们没必要为了他和魔教开战。宗主，往生哥哥是我们宗门的宗主，绝对不能让他面对危险。姬往生一个练气废物，难道要赌上我整个宗门的未来吗？姬往生，你怎么看？姬往生，你在宗门这么多年，混吃混喝，毫无建树，就算你死了，也是好的。小师弟，这么多年宗门从来没有亏待过你，现在该你为宗门付出了。往生哥哥，你千万不能答应了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哼，姬往生就是个懦夫，遇到事情只会躲。姬往生，如若你不想答应，我就算死战到底，也会保护你的。姬往生，你难道要害死整个宗门吗？那好吧，我答应就是了，大不了灭了魔教就是。你答应什么？你答应？你自己找死！你不要连累我女儿一起死！娘，女儿，咱们走啊，咱们不和这废物一起死。娘，你现在让我走，你想让别人以后都说我的闲话吗？本帝还没找到仙月，可不想离开这地方。娘，你放心，我有把握赢得比试。够了！你们到底还有完没完？宁宗主，可以开始了吧？宗门弟子听令，前方就是我宗门比试的地方，里面有9个区域，尔等需保护好自己的区域，抵挡魔族入侵。遵命。你们是同一宗门的弟子，如有余力，需竭尽全力去保护师兄妹们。去吧！魔教弟子听令，全力攻击北极峰区域。加油，徒儿们！是，师尊。你也去。往生啊，看来你这2个徒弟可真是招人喜欢的。各大峰都有阵风神兽守护，你北极峰什么也没有，我看你拿什么抵挡魔族弟子？一炷香之后，你北极峰将从我极道宗除名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北极峰难道就不是极道宗的一峰吗？他也配？我极道宗没有这么热的峰主。谁说我北极峰没有护风神兽啦？
小王八，我跟你说，想不想活命？想活命，你就给我好好。明白明白，宗主大人放心，小玄一定保护您的2个弟子。表现好，去吧。万万没想到，北极峰的护风神兽居然是一只乌龟。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什么样的风养什么样的兽，北极峰峰主这样的废物，养出一只王八已经很可以了。你这个废物，你想害死我女儿吗？我看这乌龟就跟季往生一样，遇到事情只会缩在龟壳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往生哥哥，这乌龟是挡不住魔教的。挡得住，挡不住，一会儿你们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实在不堪一击。不妙啊！岳梦轩手里有绝世神器，寻常的筑基弟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不过，你以为我就没有办法了吗？魔教弟子拜见魔武长老。一群废物，这么多人都搞不定2个筑基期的弟子。哼！又来一个送死的！不堪一击！你是元婴境强者，你魔教这是作弊！你也知道我是魔教，我们魔教什么时候遵守过规矩啊？怪不得悟道长老对你们2人如此上心，你们的姿色还是不错的，可以做老夫的炉鼎。做梦！难道我堂堂金乌女帝今天就要陨落在这里？做梦！等你成为了我的奴隶，我会让你每天欲仙欲死的。我可先宠幸你们2个谁呢？玄武，保护仙界皇天后土的玄武，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死定了！我背后是谁？魔元，你这是在作弊！作弊？你没有听见我魔教长老说的吗？我们从来不讲规矩啊！极道宗弟子听令！宗主万万不可呀！季无道，他魔教不讲规矩，派出元婴长老欺负我极道宗，难道你还要我忍吗？宗主，你难道真要为了区区2个弟子，葬送我们整个极道宗吗？宗主三思啊！虽然我们损失了2个弟子，但是我们保全了整个极道宗啊！他北极峰没有护风神兽，怪得了谁？闭嘴！往生哥哥，我这就去把你的徒儿们带回来。哎呀，不用！你闭嘴！我女儿瞎了眼才拜你为师，现在她遇到了危险，你竟然不管不顾！宗主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女儿！我可就这一个女儿啊，求求你了！明宗主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一旦开战，你极道宗必定损失惨重。我说了，他们2个不会有事儿的。往生啊，你是真不管你徒弟的死活呀？那倒也是，反正在他的眼里，那2个徒弟就像是侍女一样，死了再换就是。我极道宗还没有你这么懦弱的师尊，对自己的徒弟都不管不顾。宗主大人，我恳请废了季往生的宗主之位。谁说我师尊见死不救？这不可能！宗主，他们怎么可能不被魔教元婴长老抓走？是啊，就算他手中有绝世神器，以他筑基的修为，也不可能和元婴长老一战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来就好，为师非常担心。咦，你也回来了，干得好！以后你就是我北极峰的护风神兽。多谢仙人。宗主，其中绝对有问题，一定要明查呀！
宁宗主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，否则我魔教与你绝不罢休。师尊，不好了！师尊，小人把你所看到的全都说出来。密林里面有神兽啊！神兽全无！神兽大人，饶命！饶命啊！神兽大人！啊！没想到玄武居然出来保护我，还好本地平日里和玄武关系比较好，我遇到危险，他第一时间来救我。师尊，玄武神兽把魔武吞了。神兽玄武不应该是远在仙界，怎么可能出现在人间界？是啊，而且还恰巧出现在我极道宗的比试现场，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传闻这玄武神兽镇守着仙界的黄天厚土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这一定是假的。神兽玄武怎么会帮你极道宗？是真的，我亲眼所见呀！住口！教主发话，你若再敢顶嘴，我割了你的舌头。魔元，你魔教输不起是吧？玄武出现，乃我极道宗弟子亲眼所见。那又怎么样？这场不算，有本事再比一场。再比一场，你想让玄武再出现吗？是他，一定是他搞的鬼，不然为什么玄武只吃我的弟子，不吃他的徒弟？你猜，九生，是不是你在捣鬼？你也猜？教授，你最好解释清楚，魔教教主发怒，后果可不是你能承担得起。神兽玄武跟他手里的乌龟一模一样。乌龟？什么？难道这只乌龟就是玄武？这玄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这界往生给我的感觉怎么越来越陌生了？你们一个个的好歹也都是高手，怎么连最浅显的道理都不懂？玄武乃是神兽，怎么可能是乌龟啊？再说了，你们觉得我师尊有能力驱动玄武为他做事吗？倒也是，玄武乃是仙界神兽，纵使小师弟再厉害，也不可能驱使神兽。不是他驱使玄武，那又有谁有这能耐驱使玄武呢？还不是因为我，玄武肯定是感应到我有危险，特意前来帮我。玄武平日里对谁都爱答不理，只有我才能驱使他帮忙。我都说了，但是他们就是不信，我能怎么办？去吧。魔元，你魔教输了，你还不认？教主，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，一旦动手，宁青开启极道宗宗门阵法，魔教难以攻破。我认。我魔教说话算话，不过我怕你有命拿，没命花。你们等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皇上，这是你北极封印得的。等等，凭什么10万灵石都给他北极封？凭什么10万灵石都给他北极封？宗主，这10万灵石乃是我宗门1年之收入，全给北极封，怕是过于偏心了吧？我们也有为宗门出力，理应也该分一分才是。他北极封什么都没做，凭什么分给他？宗主大人未免也太偏心了吧？这次宗门大比，你们谁出力了？魔教围攻北极封，你们谁帮忙了？现在分灵石，还好意思要？他北极封出什么力了？要不是神兽玄武的出现，北极封早就没了。不瞒诸位说啊，这区10万灵石，我还真看不上。你不要，我女儿还要呢。宗主大人，我女儿在这次大比中，那可是倾尽全力，怎么着也得分一点儿。哎，好了，你女儿不过就是筑基修为，就算要用，也用不了那么多。够了，北极封分2万灵石，其余的各封1万。这2万，你们2个一人1万。
师尊，你不留点吗？我呀，用不上这个。走吧。哎呦，走吧。教主大人早就对灵石动了手脚，一旦吸收灵石的灵力，体内的灵力便会迅速枯竭，到时候魔教一来，你们全都无力抵抗。快停下！怎么了？这灵石有问题。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魔气，魔气会消融灵力，一旦吸入过多，我们体内的灵力会迅速干枯。什么？谁这么缺德，把灵石里面注入魔气？不好，这灵石是魔教教主给的，整个极道宗都在使用。如果所有人都吸入这灵石中的魔气，届时将无法抵御魔教入侵。快去通知师尊，让他提醒宗主。师尊，师尊不好了！师尊，灵石有问题，魔教今晚要来攻打极道宗。来，你巴掌把他扇飞。师尊。看来这师尊是指望不上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可不想死。本帝还没找回羽毛，可不想陨落在这下界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挖地。只要找到本地的仙月，到时候就不怕他魔教入侵。宁青啊，宁青啊，你万万没有想到吧？我给你的灵石里面蕴含着全都是魔气。拜见教主！你们两个没用的废物，这么久了还没有找到宝物。教主恕罪，这么多年都是因为宁青从中作梗，偏袒北极风，要不然早就得到北极风，并且找到宝物了。废就是废了，不要找什么理由，让一个区区练气的废物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。是，属下无能。起来吧，把阵法打开吧。今天我要彻底灭了极道宗。是。好，你二人速速去往北极峰，务必要找到仙界陨落下来的宝物。我去找宁宗主好好聊聊。是。师姐，我忍不动了。平时不好好修炼，才挖了一下就挖不动了。你不也就说了一次吗？本地的仙月掉落在这里，改善了这片土地。寻常修士费尽全力也只能挖动一次。我来吧。什么人？原来是姬师叔，大晚上的来我北极峰，你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当然是想你们两个呀。姬峰主，你擅自闯入北极峰，还想对弟子下手，当真不怕宗主处罚吗？你觉得我会怕他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实话告诉你，如今的极道宗已被我们魔教控制了。魔教？你们两个是魔教的人，你们两个是魔教的人。实不相瞒，早在20多年前，我就奉命潜伏极道宗，本想着得到这北极峰，都是那该死的宁青从中作梗。直到今日，终于得到了，
真是该死！我才刚筑基，面对元婴巅峰，根本没有一战之力。我不能死，我一旦死了，仙界将永远失去光明。女帝报仇10年不晚，等我恢复一点修为，再杀回来找金玉。师姐，你先稳住，我去搬救兵。走。师妹，想去哪儿啊？师尊，如今他们2个灵玉永解，对付他们，可需您亲自出手了。让徒儿去也罢，那就让你去吧。我实力太强，万一伤到他们，就可惜这完美的炉鼎了。岳梦玄，当初你击败我，害我被魔教惩罚，今天我将你踩在脚下。师尊，救我！废物！姬无道，不想你徒弟死的话，滚出北极峰！岳梦玄，你以为以一个废物就能要挟我？大晚上不睡觉，吵什么？你们不睡觉吗？吵什么吵？我睡觉。二师兄，你咋来了？孽徒，你们欺负人徒弟干嘛？不好意思，来，什么熊啊？欢迎好，你看这师尊真是没救了。师尊，他是魔教间谍，你快去搬救兵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呢？不就是魔教间谍吗？你是魔教间谍？你也是？往生啊，识趣点就把北极峰的宝物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杀了你。宝物？这遍地都是宝贝，你想要什么你自己拿。我说的是20年前从仙界掉落的宝物。 20年前，难道他说的宝物是我的仙月？师尊，不要给他！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这20年太久远了，我记不清了。跟我装傻是吧？今天你要是不交出宝物来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真没装傻，我真记不清了。你想要宝物，这些宝贝全都是你的。哎呀，往生啊，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但是今天你不把宝物交出来，我就当着你的面折磨你的徒弟。你敢？你威胁我可以，但是你别动我徒弟。你威胁我可以，但是你别动我徒弟。师尊，地震了！不是地震，是我魔教已经攻下了极道宗。魔教攻进来了！往生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教主给的灵石里面全是魔气。废物，还不快把宝物交出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师尊可要动手了。别动手！千万别动手！娘，姬大人，我求求你了，千万别伤害我女儿。不伤害你女儿也行，让这个废物把宝物交出来。姬王生，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是我女儿的师尊。如今我女儿遇到了生命的危险，你还不赶快把宝物拿出来救她？拿出来了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女儿比你那个破宝物那就贵重10000倍，你赶快给我拿出来！给！我现在就拿。鼠头强者又来了，他要毁灭我仙界啊！上次挖走仙月，这次又挖走我仙界混沌岩石，这可是盘古大神开天辟地之后留下的仙石啊！
给宝贝，给宝贝。你耍我是不是？季望生，你是真不在乎你这些徒弟的死活呀？我真没耍你，这真的是宝贝。师尊，这就是块破石头。师尊，你就算不救大师姐，你也得救我呀！季望生，我女儿是瞎了眼才拜你为师，如今她遇到了危险，你不管不顾就罢了，你还弄一块破石头，你糊弄我们，你当他们都傻呢你啊！岳梦璇，拜入北极峰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决定。这真是宝贝呀！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那我还能怎么办？季望生，今日你若不把宝物拿出来，我就当着你的面办了你的徒弟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我师尊错，你冲他去，你办他。就是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冲我来，滚蛋！老子对你没兴趣，我对你手中的宝物有兴趣。再说了，你在这北极峰生活了20多年，宝物只有你知道在哪儿，老子不会杀你的。但这2个完美的炉鼎，老子早就想跟你们双修了。你休想！我死都不会让你得逞！我再说一遍，谁也动不了我的徒弟。还敢威胁我师尊？你一个小小的炼气境，哪来的底气？我是炼气境，但是对付你们，1根手指即可。徒儿，闭上你们的眼睛。为师现在强的可怕，我怕一会儿太血腥，怕你们做噩梦。完蛋了，师尊又犯傻了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强。这么久了，还没有找到宝物吗？教主大人，再给我1炷香时间，我就能把宝物找到。宝物还没有找到，你倒先在这儿享受上了。想不到，我看你这20年过得太安逸了，完全忘了我魔教的大业。教主大人，属下时刻不敢忘。没用的废物！季望生，本座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主动交出宝物，本座封你为魔教使者；否则，你那2个徒弟，还有骆玉雪和宁宗主，今晚我就赐给手下享用。我都说了，这就是宝贝，但是他们不信啊！季望生，你怎么这么自私？当真要看着宗门被灭门吗？若玉雪那么爱你，没想到在你心中，她还不如一件宝物。晚生哥哥，你千万不要交出来，不然你也会死的。皇上，我不管北极峰有什么宝物，千万不能交给魔教，否则魔教一旦壮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师尊，你到底把宝贝藏哪了？赶紧给我呀！等我恢复了一部分修为，就能对付他们。师尊，北极峰到底有什么宝贝啊？我都说了，我北极峰遍地都是宝。我看你是不想交出来吧，季望生，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？宗门如此栽培你，你就是这么会报宗门的？季望生，我看你心里从来就没有宗门。季望生，难道你真的想看着你的徒弟和宗门惨遭魔手吗？季望生，你到底救不救我？晚生哥哥，你快想办法逃跑！季望生，我极道宗乃正派宗门，宁死也绝不屈服于魔教。看来本座若不亲自出手，你是不肯交出来了。我听闻，谁要是摘了你的面纱，
你就会嫁给谁。本座今日不但要摘了你的面纱，还要当着众人的面办了你。教主大人，继往生最疼爱的是那2个徒弟，要不一起办？好啊，那2个就留给你们师徒吧。多谢教主大人。继往生，你好好看清楚了，这些女人都是因为你将成为我魔教的玩物。谁敢动我的人，死！哼，那本座倒要看看谁能伤得了我。宁静，本座现在就要你死！要杀要剐，你尽管来！把他们全都给我杀了！别杀！千万别杀！大人，我女儿愿意拜入魔教，求求你千万别杀她，饶她一命，求求你了！娘，你别说了，我宁死也不会拜入魔教。像我堂堂金乌女帝，何曾受过如此耻辱？都怪那该死的小草贱婢，你整我干嘛？你想死，我可不想死。继往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皇上哥哥，我们活的时候不能在一起，我们死了就能在一起了。我齐道宗乃正派宗门，宁死也绝不臣服于魔教。继往生，等我杀了他们，本座要亲自搜索你的魂魄，到时候我让你生不如死。有我在，谁都动不了他们。好啊，那本座就让你凑前一点看清楚了，你这些最亲近的人是怎样死在本座的手中的。灵气复苏了，魔元，今日该你魔教覆灭。这不可能，怎么一瞬间灵气复苏了？宝贝，对，一定是宝贝发力了。九生，北极风的宝贝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宝贝啊？我就是打了一个喷嚏。哼，我看你就是不想交出宝贝。往生哥哥跟宝物有缘，只有他能使用也说不定呢。肯定是因为本地的仙月感应到我有危险，特意释放出了一丝灵力。什么宝物？分明是我的羽毛。本地的羽毛每一片都蕴含着海量的灵力。教主大人，宗门大阵已经开启，我们只有拿下继往生，逼他交出宝物，才可以逃出这里。好。开始，走！你走不了。进来！你听，我乃魔教教主，你若敢杀我，天下的魔教不会放过你齐道宗。我齐道宗本就与魔教势不两立。师尊，走！别跑！若雨雪，你干嘛？保护往生哥哥。赵寒光、吴青子，你让人全去追杀季武道。遵命。宗门弟子听令，魔教弟子一个也不要放过。抱歉啊，我刚刚不是故意看的。他不会想让我负责吧？季往生虽然看见了我的真容，但他修为实在太弱，若我跟他在一起，恐怕整个宗门都不服。
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那个北极峰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宝物啊？哦，我都说了，这北极峰遍地是宝，可是他们就是不信。宗主大人，我师尊实力微弱，并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宝贝。我发现之后，一定上缴宗门，一定不能让宗主介入调查，要不然我的仙月很有可能被他们拿走。对，我和师姐一定会努力挖宝的。本地的羽毛珍贵无比，绝不能让其他人拿走，一根都不行。说的好听，被你发现了，你还不私藏起来？往生哥哥以后找到了，那就是他的。好了，北极峰若真有宝贝，那也是北极峰的福气。若不是北极峰灵气复苏，吾等恐怕早已命丧于此。王生，如今宗门阵法已经开启，如果你遇到危险的话，尽管调动宗门阵法去镇压。好嘞。都已经没有危险了，你还要干嘛？我还想再看看往生哥哥。玉雪，你快回去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好。师尊，这个洛师叔怎么回事啊？感觉不太对劲儿。他呀，一体双魂，一个身体，两个魂魄。这世界上还有如此古怪的人啊！可惜，为师这一身的修为，竟然治不好他。现在为师还差一个弟子，就能够达到筑基，为师就可以调动大道运转，来治好他的病。哎，不早了，睡觉去了。秋风起，谁在叹息？眉目里，爱恨我曾立誓，只有见过我真容的人才有资格迎娶我，没想到会是季往生。你虽然是个如意郎君，我也可以嫁给你，但你修为实在太低，只有炼气修为，恐怕难以服众。罢了，等你筑基之时，我再向你提亲。四师弟，五师妹，给一条活路吧。赵峰主，吴峰主，我不想死，饶我一命。我以后只修正道，不修魔气了。二师兄，千算万算没算到你是魔教，哼，枉我这么相信你。你可知魔教是我极道宗生死大敌？那你可又记得我当初帮了你们多少大忙？你们怎么当上的这个峰主？你们都还记得吗？大不了这个峰主不当了。那你们可还记得，你们两个的孩子还在我的门下？你们猜猜，我在一念之间能不能杀了他们？让路！师尊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儿啊？我们是魔教中人的身份已经被极道宗发现，其他正道都容不下你我二人。那回魔教？魔教教主已死，我们两个回去也没什么用。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。师尊，哪条路呀？妖族。人类美味的食物。吾等已经脱离人族，前来加入妖族，还望妖族前辈收留。我们师徒二人愿为妖族效力。自古人妖不两立，你二人当真要加入妖族啊？牛头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我师徒二人
早已走投无路，唯有加入妖族，才能换取一线生机。行，说说能为妖族带来什么呀？没有足够的好处，那就只能沦为食物了。牛头大人，人族极道宗北极峰上有一件仙界掉落的宝物，一旦得到，便可立即飞升仙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亲眼所见，此宝物一瞬间就能让极道宗灵气复苏。对，而且北极峰峰主实力只有炼气修为。人族女帝立下法阵，我妖族难以攻入人族大陆。你二人若能潜伏回去，打开法阵，等我得到宝物，好处少不了你二人的。可是，以我等二人的修为，无法破除人族女帝的阵法呀。此乃破阵珠，用此珠破开阵法。遵命。季往生，你给我等！我这两个徒弟竟然知道主动修炼了，哈，不错不错，为师很欣慰。等他们两个谁先结了丹，我就把这个送给他们当做金丹。哇，再睡会儿。到底藏哪儿了？本地的仙月怎么找不到呢？本地的羽毛明明就在北极峰，怎么一片也找不到？所有弟子1刻钟后宗门广场集合。人族女帝有令，1个小时之内赶往边境，抵御妖族入侵。妖族打进来了！明明人族女帝摆下大阵，将妖族抵御在边境之外，只要大阵不破，妖族就进不来。大阵已经被破了，没法修复，只有所有修士赶往边境，才能抵御妖族入侵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出发吧！等等，王生，你实力太弱就不用去了，你带着你弟子留下来看守。王生，你实力太弱就不用去了，你带着你弟子留下来看守宗门。都行，我听宗主的。哎，谢谢，多谢宗主。女儿师尊，咱们回去吧。我可不想去送死。等找到羽毛，他妖族算得了什么？等等，宗主，保护人族是我辈修士义不容辞的责任，凭什么他不用去？他只有炼气修为，去了也是当炮灰。况且我宗倾巢而出，需要有人看守宗门。他可以不去，但是他2个弟子都已经是筑基修为，总得去吧。宗主，这是人族女帝的命令，你难道有偏心？他们2个都走了，谁来照顾晚生哥哥？也罢，玉木玄、金晨曦，你们跟着去吧。不行，如果他们要去，我也要去，我要去保护他们。师尊，您老人家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。师尊，我回去照顾你，让师姐去就行了。大师姐一走，我就能安心找我的羽毛了。你得跟我去。好了，我们一起去，都去。那就一起去吧。真不知道是人族哪个叛徒，居然在昨夜破坏人族阵法。管他是什么人，
都要将他钉在这神乳柱上一辈子。你们的宗主来了，你们两个前去劝降。牛头大人，我怕我和师尊一过去就被人族打死了。你怕什么？有我们给你撑腰。去吧，走。叛徒，怎么会是他们两个？骆玉雪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上次拦住我，他们俩早死。他们两个人族叛徒是你极道宗的人？不是，他们是魔教安插在我极道宗的间谍。各位，只要交出极道宗和北极峰的所有人，妖族保证绝对不会入侵人族大陆。人族叛徒，哪里来？各位，奉劝各位一句，只要你们敢动手，妖族便会立刻杀入人族大陆。谁是北极峰之主？我。往生啊，想不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你这个人族的叛徒，你当猪！当猪！我看谁敢动我！还有我师尊！既然此事是你极道宗惹出来的祸端，那就由你极道宗解决。姬无道勾结魔教，罪该万死！宁青，倘若今天你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保证妖族便会立刻杀入人族大陆，到时生灵涂炭。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如今我人族失去了阵法的庇佑，妖族一旦攻击，谁来抵挡？我人族愿意交出极道宗和北极峰的所有人，换取我人族太平。我就说不来吧，都怪你，现在回也回不去了，怪你就知道凑热闹。这件事跟我女儿可没关，你们要教他们俩。他们是冲着我的仙月来的，我得赶紧想办法找到仙月才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北极峰的人给我绑了吧。住手！拜见女帝大人。免礼。女帝大人，此事皆由极道宗引起，理当将极道宗的人交出去，避免祸乱。妖族攻击我人族，我人族生灵涂炭，用一个极道宗换取我人族太平，何乐而不为？松口住！如今阵法消失，一个极道宗就能满足妖族吗？人族女帝交出北极峰和极道峰的人，我们就放过人族一马，否则我妖族攻卷大陆，就算你是女帝也挡不住。女帝大人，妖族领袖亲口所说，他们只要北极峰和北极峰的人。你们干嘛盯着我北极峰不放啊？我妖族乐意。女帝大人，他妖族是贪图北极峰的宝物，你北极峰有何宝物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北极峰遍地都是宝物。我们北极峰没有宝物，北极峰要是有宝物，我师父怎么可能只是个炼气层的废物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仙月就在北极峰。我的羽毛珍贵无比，可不能被妖族得到啊！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身为人族女帝，应该保护全族人类，本帝绝不妥协。好，既然你不妥协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狂风席卷人族，你人族有几人能活？女帝大人，难道你要为区3个人舍弃我整个人族吗？千千万万的人族，难道他们的命就不是命吗？请女帝大人保护人族。不就是小小的龙卷风吗？我来搞定。师尊，你别乱出头，你别连累我们一起死啊！季往生，你卸去北极峰峰主之位，带着你徒弟躲起来，我来应对。晚生哥哥，他们是冲你来的，赶紧走！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若不交出，人族覆灭。我交，你早该交出来了。祸端都是你极道宗引起的，等这件事过了，你极道宗也要受罚。就是嘛，把我交出去。从今天起，他季往生不再是北极峰峰主，我身为极道宗宗主，理应兼任。
女帝大人，把我交出去吧，我甘愿。宗主大人，让我去吧，极道宗不能没有你。年轻，你以为这样做我就会放过季往生吗？牛头大人，看见了吧？他们在敷衍你。人族女帝，我最后说一遍，交出北极风，要不我就杀入人族大陆。休想！我为人族女帝，当必有天下全祖。极道宗宗主，带领你的宗门，随我一同出战。遵命。人族女帝，你确定要开战吗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妖族控制狂风，席卷人族大陆。人族女帝，你是要保一宗的人，还是要救千千万万的人啊？女帝大人，他极道宗的是人，难道人族的人就不是人吗？你要救他们，那天下百姓怎么办？我们尊敬你，爱戴你，可你不能拿我们的命冒险呀！对呀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把我交出去不就行了吗？我跟你们走。师尊，你快住嘴吧！把你交出去有用吗？他们妖族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他们是冲着我们北极风来的。就是师尊，实力不行就别出头。我挡不住你妖族的狂风，但我人族呢？如今我人族有难，吾辈修士不应袖手旁观。倘若谁能抵御妖族入侵，吾便拜谁为师，享人间烟火，尊人族之谁若能平定妖族，吾便拜其为师。苍须子，他不是早在1000年前就飞升了吗？居然还留在人间，没想到剑二大人也来了，人族有救了。传闻苍须子在1000年以前就达到大成境界，如今1000年过去，实力恐怕更胜一筹。剑二大能的实力更是不俗，传闻他的剑法第二，没人敢称第一。有他二人在，我极道宗有救。二位前辈，如今人族危难，不用说了，我们都知道。老夫只想问一句，你刚才说的当真？当真。好，老夫并非想当人族之师，老夫身为人族，理应保护人类。剑二，你先还是老夫先啊？你先吧。好，我倒要看一看他妖族有什么手段。牛头大人，这苍须子乃是人族强者，早在1000年以前便是大成境界，恐怕妖族不是对手啊！怕什么？除非仙人降临，否则谁也挡不住我妖族狂风。给我！人族女帝，这就是你请来的帮手？我来。成功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女帝，你们人族就这样能？女帝，事到如今，还是把极道宗交出去吧。狂风太强，非人类所能及。我纵使剑道无双，可也抵挡不了这种龙卷风啊！连你二位都抵挡不住吗？妖族全出，恐怕只有传说中的仙人才能够抵挡得住。人族女帝，牛头大人给的时间已经够多了，还不把人交出来？女帝大人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再不做出选择，我们人族将生灵涂炭啊！季晚上，你要还是人，就自己走出去，别连累了我人族啊！晚生哥哥，我陪你一起面对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跟你一起走。师尊，你且先去，徒儿一定为你报仇。只要我找到仙月，到时候今日之难，我会让妖族100倍奉还。师尊，如果你意外死了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复活你的。等我恢复修为，到时候把你复活，让你在本帝身边当个贴身小太监，直接成仙。不是我说，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为师呢？师尊，
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龙卷风吗？为师就给你们露一小手。我现在还差一个徒弟，你愿意拜我为师？师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他收徒？季望生，你好大的口气，连苍虚子和剑二两位前辈都挡不住风，你挡得住？还生女帝为徒，也就是气的小，你配？季望生，我说你要死，赶紧去死！别连累我们极道宗。就是，要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二师兄，我们极道宗至于此吗？人族女帝，你愿意拜我为师吗？我曾说过，谁能平定妖族，我便拜谁为师。那如果我能呢？你，季往生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一个小小的炼气士，竟敢狂言阻止这妖族狂风！就是，我们妖族随便一个小小的虾兵蟹将就能弄死你。石头，看来他们是质疑我妖族的实力。愚蠢的人类，我看你拿什么抵挡我的狂风！季往生，你记住，都是因为你不肯交出宝贝，所以今天整个人族都会给你陪葬。从今以后，人族将彻底消失。都怪你，你要害死我们整个人族吗？若是你早早过去，平息妖族怒火，我人族也不会面临如此处境。季往生，你要被钉在人族的耻辱柱上一辈子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，这跟我师尊有什么关系？师兄，先请我放你一马，请你救我一命啊！对啊，我们愿意跟你投靠妖族。完蛋了，这两个叛徒！卑鄙小人！此事因我极道宗而起，我极道宗死战不退。尔等退下！我为人族女帝，当庇佑天下人族，以我身躯为土，助我灵魂为证，庇佑万千百姓。哎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还要当我的徒弟呢。收徒，去黄泉收啊！我找你！这哪来的山？明明只是一滂土，怎么化为一座山了？不好，走！哎，现在能拜我为师了。一滂土演化成一座山，只是仙人才有的手段。可他分明只有炼气修为。难道说北极风的宝物就是这个？我看不止这些。我听闻魔教教主曾入侵极道宗，就是冲着北极风去的。怪不得他有底气抵御妖族，原来是有宝物啊！这土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？这土的气息怎么跟天界有点像呢？如今妖族已平定，那你是不是该……拜师之事稍后再说。尔等修士，随我一同诛杀妖族！师尊，现在应该没事了吧？姬无道，你还想往哪儿跑？宗主大人，你饶我一命，我错了。师尊，我愿以天道起誓，我师徒二人永远效忠极道宗，永世不得背叛。小人，季无道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！宗主大人，我是被季无道胁迫的呀，这并非我本意呀，还望宗主大人饶我一命。小主人，宗主，我是受周道蛊惑，不配背叛人族的。
这样是最好的。村主饶我！对，村主大人，饶了我们吧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你们罪孽深重，我留不得你们。他们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？要不为师去帮帮他们去？你念点修，你就别去天上了，师傅，你安心待着吧。啊！恭贺女帝大人平定妖族。恭贺女帝大人。怎么样？现在可以拜我为师了吧？我曾说过，谁能平定妖族，我就拜谁为师，尊为人族之师。人族女帝秦时月，愿等等，人族女帝秦时月，愿等等。秦时月，他既往生，一个区区炼气修为，何以为师啊？如果你执意拜他为师，恐怕天下的人都不会服气的吧？老夫如今已是大成境界，只要再能成为人族之师，凝聚人族的气运，就能飞升仙界。此等气运绝不能被一个毛头小子给抢走。不错，若他真是绝世高手，你拜他为师，我相信没人会拒绝。但他只有炼气的修。没错，一个炼气废物，凭什么当人族之师？我们不答应。对，我们不答应。各位，这是人族女帝当初的承诺，如今我极道宗北极峰峰主做到了，人族女帝理当拜师。没错，女帝一言，天地可见。今日如果没有继王生的话，人族恐遭大乱。他在危难之际解救了人类，应当尊为人族之师。大乱？大乱还不是他引起的吗？若非不是季无道和季小人蛊惑妖族，妖族又怎么会入侵我们人族？他有宝物不早点拿出来，差点害了我人族。他这样的人怎么配为人族之师？我早就说了，把我交出去，可是你们不交，那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们要是知道你有这宝物，早就把你交出去了。我不是一直在说吗？是你们都不信。季望生，你手中的宝物不属于你，属于我们整个人族。赶紧把宝物交出来，我们将不再追究你的责任。此番若不是因为你，我人族不会遭此大劫。你若是不交出宝物，别怪我人族把你钉在这耻辱柱上。你们讲不讲理啊？要不是我师父出手，你们早就死了。道理是在剑锋之上。嘉儿，你过分了！过分！这修仙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强者为尊，杀人夺宝比比皆是。他一个炼气的，哪来实力去掌握这绝世珍宝啊？没错，要想成为人族之师，最起码要有折服天下的能力。你看看他能打败在场的谁呀？以他炼气的实力，我一巴掌就能拍死你。何须一巴掌，只需一口气，就能让他魂飞魄散。你们谁敢对晚生哥哥动手，我骆玉雪跟他不死不休。骆玉雪，这世间强者为尊，你出什么头？师尊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对，别跟他们争论了，回去要紧。等我回去集气羽毛，恢复一点点修为，我看谁敢不服。都是我的仙月掉落在北极峰，让北极峰的泥土产生变异，沾染仙气。只要我拿走仙月，就能解决问题。我今天我就要收徒。我现在就差一个徒弟了，人族女帝也是气运之子，说什么也要收他为徒，我好早日筑基。季往生，你没实力还收人族女帝为徒，你不怕被人族反噬吗？就你这样子，还想收徒？做梦！不想死，就把北极峰的宝物交出来。他季望生没有折服天下人的实力，但我有。我今日拜他为师，你们谁敢不拜？我还有我们。秦时月，你可以折服天下的人，但是你未必能折服得老夫。人族之师，有实力者居之。哼，他不配。你们二人是要让本帝失信于天下吗？
你要一味的想拜他为师，那你就必须交出人族领袖的位置。不错，你自动让出位置，我们就不管你。 500年前魔教入侵的时候，你二人在哪？300年前人族女帝耗尽半生修为维持宗门正法，你二人又在哪？人族有难之时，你二人可曾出过手？人族女帝的称号是他耗尽半生修为拼杀来的，你二人有什么资格评判他？吾等强者交谈，岂有你插嘴的份？苍须子，请你自重。 好，既然我们之间有分歧，那就以实力来说话吧。明日我和剑二向你发出挑战，如果你输了，放弃人族领袖的位置，并且还要交出北极峰的宝物。不错，你赢了，你爱拜谁为师就拜谁为师，并且我和苍须子立下誓言，永世镇守人族，直到死去。怎么样？明日的对峙，你敢接吗？他二人是老牌强者，如果真打起来，我不一定是对手。我替他答应。放心，有我呢。我替他答应。继往生啊，继往生，人家是大成修士，你一个炼器有什么办法？不自量力，人族女帝都不敢答应，你哪来的勇气带他答应？你不会是想用你北极峰的宝物来打败苍须子和剑二两位前辈吧？秦师爷，明天这班比试，你绝对不可使用北极峰的宝物。好，我答应。好，明日之后，我和苍须子会来找你。走吧，我的好徒儿，跟我回北极峰熟悉熟悉环境。人族女帝请。师尊，我们回去吧。等你。也罢，大不了不当这人族领袖，我倒要看看他北极峰有何宝物，能让众人如此动心。女帝大人，你走了，我们人族怎么办啊？会有新的人族领袖继续带领你。哎呀，终于回我的北极峰了，哪儿都不我这好。嘿嘿，下次打死也不出去，外面太危险了。唉，没有实力还是没有话语权啊！哼，我就说，当初让你拜入北极峰啊，哎呀，那就是个错误的选择。你看，这次差点死在外面。娘，你不会还想让我拜别人为师吧？哎呦，那不会啊！万一那人族女帝拜了那个废物为师，你不就是人族女帝的大师姐？我也能和她攀上关系。娘，你先去忙吧。这到底是修行之地，还是乡下菜园子？我看你的修为遇到了瓶颈，给你个好东西，可以帮助你突破瓶颈。他怎么知道我修为卡在大成中期，无法进步？本帝修为已至大成，不食人间五谷杂粮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！一根玉米而已，再好能好到哪里去？这是大道碎片，这是大道碎片。那你要还是不要？要，不要。我苦修500年，也才侥幸炼化1块大道碎片，而这玉米每一粒都蕴含大道碎片，这是绝世珍宝啊！本
地修炼数百年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，怎么一根玉米我竟然突破了？多谢。不用谢，以后拜我为师，这好处还多着呢。唉，可悲啊！明明拥有一片至宝之地，却不知如何炼化，导致现在修为还在炼气间，真是可惜了。此地满是珍宝，若是再吃几个玉米，我一定能原地飞升。这个诗我一定要拜。师妹，你说这人族女帝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一块玉米至于这么感恩戴德的？我看他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。挖了好几天了，一点东西都没挖出。本地的仙月到底在哪里啊？本地的羽毛明明就在这里，可为什么找不到呢？师妹，要不咱们去找师尊？好主意！师尊天天挖地，说不定他能挖到水。不可能，绝对是做梦。师尊，没做梦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师尊，你累了，徒儿给你准备了茶水，徒儿给你准备了洗脚水。不是你们什么时候学会尊师重道？什么时候学会伺候师尊了？你是我们师尊，我们伺候你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师。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。哦，确实是理所应当。来吧，师尊。等等，你们真没别的事儿？没有。师尊，我们想……不，你不想。东西我没吃，鞋我没脱，脚我没洗，想要什么你们自己去捡。师尊，我们想让你教我们挖地。挖地？挖地？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知道用功了？我们一直很努力啊，只是师尊没有看见而已。就是嘛。嗨，那既然如此，为师就带你们去。他们要干嘛？看好了啊，为师今天教你们挖地。这挖地呢是一种修行，修行要心无杂念。原来是挖地。这是你挡风用的泥土。是啊。这居然是仙界之基，皇天厚土。难怪这里能长出蕴含大道碎片的植物，原来这里的土不一般啊！他们修为太弱，感应不到这里的土是仙土，他们挖地，实则是在吸取仙界的仙力。学会了？学会了。但是师尊，你什么都没有挖出来。师尊，你挖了这么久，没有挖到什么东西吗？有啊。什么？炼气值加1。那个宗主，您能把这个锄头借我用一下？当然可以。这个锄头好重啊！不对，本帝乃是大成后期的存在，怎么可能拿不动锄头？这锄头居然是仙器啊！挖吧。
唉，锄头都能生9亿仙气，而你还是炼气修为，你到底是有多废材啊？奇怪，明明就在北极峰啊，怎么没有呢？那么多羽毛，怎么一个都找不到呀？这锄头每挖一下就有仙力渗出，那我多挖几天，岂不是飞升不是梦？师尊，师尊，你有没有挖到过什么特殊的东西啊？就像这样，圆的，这样的，还真有。真的吗，师尊？等着啊。就是这个小夜灯，找到了，这不是皓月女帝的仙月吗？哎呀，师尊，我想要，师尊，我也想要，这是我的。什么？本帝苦寻多日，没想到在师尊手中，虽然只是一部分，但只要和它融合，我就能瞬间达到大成巅峰。只要找到剩余的仙月，就能回归仙界，成就女帝之位。什么你的？这师尊挖到的。皓月女帝的仙月我必须得到，这样一来，哪怕皓月女帝将来重生，也会被我置于掌中，听我的话，乖乖的给我当侍女。师尊，你把它给我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师尊，我怕黑，你可以把这个小夜灯给我吗？这不是小夜灯。我知道不是，但我就是要。这是我先要的，你现在怎么了？师傅要给我的，这样为了一个工艺品还能吵起来？唉，放着这皇天厚土不要，就抢着小玩意儿，真是没见识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别吵了，这样。你们两个谁先结单，我就把这个小夜灯送给谁。我现在就去，我也去。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小夜灯，但是对我徒弟来说，那可就是金丹。秦时月，出来一战！恭迎2位前辈，请坐。我已通知人族女帝，她稍后就到。坐。女帝大人是当世强，而汤虚子和剑二2位前辈是1000年前就达到大成修士的绝世强者。今天他们之间的对局，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啊。废话，肯定是苍虚子跟剑二前辈啊！我听说呀，他们已经达到了大成后期，离飞升只差1步之遥了。今天啊，可有好戏看啦！抱歉，来了。福儿，一会儿你且与他们放手一搏。你要是打不过，就给我使个眼色，我去帮你。还是算了吧，我自己能应付。你们谁先？人族女帝
你可知大臣修士隔境如隔山？我如今乃是大臣巅峰，而你不过是大臣中期。真打起来，我一招就可击败你。是吗？那就试试。我有一剑，可改日月。吹牛！日月不是早被我炸？哼，可斩日月，我看你这点力度，怕是连一座山都斩不了吧？你突破了大成后期，不错。女帝大人居然突破了大成后期，难怪如此之强啊！可大成后期也挡不住巅峰强者呀。我体内有一丝仙力，哪怕是巅峰强者，我也能不落下风。简直是废物！我来。你怎么会有仙气？仙气，仙凡有别。可若是有一丝微弱的仙气，则女帝大人会立于不败之地呀！难道北极峰的宝物跟仙界有关？皇上，你北极峰有仙界的宝物，为什么你还是练气修为？没用的废物，拥有宝物都不知道修炼。我北极峰的宝物多了去了。季望生啊，季望生，你也太自私了！倘若你把这些宝物都给我极道宗，那我极道宗早就成为第一宗门了。都知道你北极峰有宝物，当初我们拼死也要拿下你北极峰。北极峰的宝物那是往生哥哥的宝物，他凭什么交出来？只要能得到北极峰仙界的宝物，以后飞升也能在仙界横着走。二位前辈同时出手，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。我们是说过先比试比试，不过我们可没说非要1对1的单挑吧？啊，有本事你也让季望生出手啊！他不是想当人畜之师吗？有本事站在这个擂台，连站都不敢，有什么资格当人畜之师啊？就是，两位前辈同时出手，有何不可啊？若不服的话，就让那季望生也上来啊！嗨，他只会躲在那观战，就他这样的人呐，就算当了人族之师，那我也不服。好啊，不是都想看我出手吗？那我就露一小手。季往生是我北极峰的人，我身为宗主，理应替他出战。宗主，你糊涂啊！这种战斗哪是你能参与得了的？宗主大人，他季往生不值得你为他去冒险。来吧，不自量力！都是高手过招，你来干嘛？没想到差距竟如此之大。大成修士可是绝世强者，你一个练气上来凑什么热？要不是女帝大人在场啊，剑二前辈一道剑气就能把他打得魂飞魄散。宗主大人，你太冲动了，这种战斗不是我们能参与得了的。还是让我来吧。你上来干什么？赶紧下去！我来帮你啊！这不自量力，你化神境都抵挡不住，你一个练气，这不是上来送死是什么？区区练气，两位前辈就是一个眼神就能秒杀他1000次了。你别上来拖我后腿，赶紧下去！我能干过他们？你不信啊你！既然你早死，那我送你归。对付你啊，我连这锄头都不用。既然你早死，我就送你归西。你干嘛？你这会把自己搞伤的你！季往生，别上来阻碍我！不是，你可不能受伤，你不能死啊！你还没拜我为师呢。这样，你叫我一声师傅，我帮你干死他。下去！
姬往生，都怪你，非要凑什么热闹。现在好了，人族女帝因为你受了重伤，没有实力就算了，你还没有自知之明，难道你要失去一切才肯明白吗？热雨雪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，实力不行，还非要装。本来啊，女帝大人是不落下风的。这样好了，身受重伤，必败无疑呀。没实力还硬撑啊！啊，就这样的人还配当人师尊？谁说我没有实力啊？往后稍稍，对付你的一根小草就够了。区区练气，本座抬手可灭。不识时务的东西，老夫本不想杀人，不过今天你要为你的狂妄无知付出沉重的代价。我师尊孰强孰弱，轮不到你们指指点点。师尊，你且休息，让徒儿替你。唉，为什么我每次出手都被打断呢？师尊，你什么修为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我无敌啊！弱者就是弱者，自己打不过，让徒弟上去送死。小姑娘，我劝你赶紧下去吧。寻常修士面对绝世强者，那必死无疑呀！岳墨轩，你不要胡闹，赶紧下去。这强者之间的对决，你不能左右的。我说你们师徒俩都脑子有病是吧？非得上来拖人族女帝的后腿。看来北极不又完蛋了。苍虚子、剑二两位前辈联手，天下何人能敌？谁说我参与不了？师尊，我结丹了。好，为师说话算数。结丹？结丹就能对抗大成修士吗？本来以为啊，季望生就已经够蠢的了，没想到他徒弟更蠢。嘿，进球。这是本体。没想到本地的仙月一直在师尊手中，这不是仙月的一部分，而是全部。你们谁先来送死？不要以为你们手中有了宝物就能抵挡我等不成。小娃娃，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的。赶紧下去，不然我也保不了你。师妹，你退后。师尊，徒儿，这个给你，给我狠狠地打他们。放心吧，师尊，不会要了他们的命。走了，走吧，走啊！找死！区区人类也敢对仙人不敬，这怎么回事？他还是岳梦雪吗？华生哥哥的徒弟也太厉害了吧！现在该你了。装神弄鬼，老夫就不相信，就以你这金丹的修为，能抵抗得住我老夫大成修士的全力一击。我没看错吧？结丹居然打败了绝世强者，不是？那他的修为恐怕不止金丹吧？难道说刚才季望生给他的东西就是北极峰的宝物？此等宝物竟能让人一步登天！可是此等宝物，季往生没有自己使用，要不然一步登天的就是他。到时候我嫁给他，也没人敢质疑。原来那个工艺品才是真正的宝贝，可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他日你若有机会飞升，便会明白那是什么东西。你二人
可还有何话说？技不如人，我认。我剑儿将镇守南疆，至死方休。老夫发誓，我苍须子今生将永守北汉，再不踏入大陆半步。现在人族女帝拜我师尊为师，谁敢不服？服了，没人敢不服了。我也服了。我决定为北极方写一篇传记，歌颂姬往生前辈。这是。传我命令，稍后举办拜师大典。你现在什么实力？比你强。我现在恢复了仙人的修为，虽然可以飞升，但师尊毕竟对我有恩。等我帮他打破禁锢，让他出击之后，我再回到仙界。女儿，你现在修为有成，快跟我回家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坐享荣华富贵了。你若是想要荣华富贵，我可以给你，但我师姐要留在北极峰修炼。你能给我？你可以拿此令牌去人族大殿，你提的任何要求，他们都会满足。那多谢女帝了，女儿啊，你好好在此修炼吧啊！好了，你们去准备今天下午的拜师大典，我也去准备。我等了20年，我今天终于要出局了。皓月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她居然是皓月女帝，我的死对头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不行，绝不能让她发现我是金庸女帝，不然她一定饶不了我。对了，我去找师尊，求他帮我找羽毛。我先去找师尊啦。师姐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抬头看看，我就知道了。难道你是仙人？不，我是皓月女帝。皓月女帝？难道您就是仙界主宰之一，仙月之主皓月女帝？不错。您怎么会突然下凡，还拜一个炼气境的人为师？20年前，有一位锄头强者挖走了仙月，我不得已转世重生，拜入北极峰，是因为本地的仙月掉落在北极峰。难怪，难道刚才姬往生给你的就是仙月？我现在已恢复仙人修为，只等我师尊筑基之后，我便会回归仙界。可否带我一起？你是我师妹，届时一定带你一起飞升。多谢大师姐。师尊，徒儿也想要奖励。等你结了单，师尊自然会给你奖励的。不嘛，师姐都有奖励，而且她现在这么厉害，以后我打不过她了怎么办？师尊，你给我奖励，徒儿以后一定好好修炼。你说的。等师傅给了我奖励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欺负你。哎呀！为师的枕头不用谢啊，好好修炼去吧。可恶的师尊，
给岳母选仙乐，就给我破枕头！这是金乌女帝的哇！金乌女帝的羽毛怎么会掉落在这里？难道她也转世了？金乌女帝是谁？金乌女帝是仙界的阳光，我的死对头。别捡，别拿，还给我！这是师傅给我的，我捡到了，这是我的。等我找到了金乌女帝，非要让她跪下来求我不成。我说过，这是我的。我就说你怎么这么眼熟，原来是你呀，金乌。哼，皓月，你欺负了我这么多天，现在该我出手了，是吗？二位师姐，请慢。小师妹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你不要多管。二位师姐就没想过你们为何会陨落？你是怎么陨落的？我是被小草见地斩落凡间，你又是被怎么陨落的？我是被锄头强者挖走了仙乐。二位师姐，你们何不一起联手，共同御敌？拜师大典开始，有请人族女帝。一步天之，二步地小，天之地小，女帝拜师。奉茶。女帝奉茶，尊北极峰峰主为师。我人族女帝拜姬往生为师，尊为人族之师，昭告天下，人族敬之。快起来！我终于要中计了。怎么变天了？难道天不允许人族女帝拜师？此番难道是天怒？不对，你们看，季梦生好像筑基了。此番筑基太过惊世骇俗，难道上天不让他筑基？往生哥哥，撑住了！明明只是筑基，怎么感觉比飞升还要强大？师尊，一切筑基，让徒儿替你挡住天劫。为师何须徒儿阻挡？散！啊！天门洞开，这是有人要飞升了呀！不会吧？季往生刚要筑基就要飞升了？不可能，他才刚筑基，怎么可能飞升？师尊，徒儿要飞升了。你怎么会飞升？师尊，徒儿也要飞升了。我也是。这是什么情况？3个都要飞升？数千年来从没见过飞升，没想到今天一下就3个。季往生，你教的3个徒弟都要飞升了，人族之师的称号你值得拥有。往生哥哥，他们走了，我陪你。季往生，我曾经说过，见过我真容的人才有资格迎娶我。我想，我们是时候举办婚礼了。先等等啊！你们真的要飞升？还请师尊成全。往生，
飞升是所有修士的梦想，就让他们去吧。那就去吧，我们一会儿家里见。若非仙界有危险，徒儿只想带你一起去。师尊，此番一别，你我再无缘相见。若有机会，吾等会接您一同前往仙界。3个童弟同时飞升，姬皇上，你要名留青史了呀！可惜了，你北极峰的宝贝没了，要不然说不定你也能飞升。接下来，请大家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宗主，往生哥哥是我的，那就一起嫁，这还差不多。你们先聊，我回家找徒弟去了。这就是仙界啊！没错，仙界的太阳是我，月亮是岳墨玄，没有我们，仙界就没有光明。先找到破坏结界的强者，等我们解决了锄头强者，就把师尊接过来降服。可是我怎么感觉这仙界我好像来过？你想多了，你又没来过仙界。大家小心，锄头强者来了！等等。你们看，这锄头像不像是师尊的那一把？好像还真是。北极峰的土是皇天后土，那锄头强者会不会是？徒儿，为师做了饭，要不要出来吃啊？你们有没有听到师尊的声音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我听错了。师尊怎么可能在仙界？怎么样，为师的院子好玩吗？院子？我们不是已经飞升仙界了吗？仙界就是师尊的院子。那锄头强者也是师尊？那小草见地也是吗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你们口中的仙界就是我家的院子，而我就是你们口中的除草强者。你不是叫我们吃饭吗？对啊，这不等你们去做呢。啊？